如果要按照展摆体积来看乐高套装的性价比，那么这款42174水翼帆船可能会是这几年性价比最高的一款。相对于5年前的42105漂浮双体船，它的高度从45厘米来到了夸张的69厘米。虽然零件数只有962片，但是却做出了前帆角度联动、主帆角度联动、主帆弧度控制、梯形水翼联动和动力绞盘联动等丰富的功能联动玩法。其中梯形水翼联动还采用了气动组件，可以通过气动开关模拟帆船在不同场景下的水翼姿态。这艘水翼帆船的实物原型是2024年美洲杯帆船赛新西兰酋长队的帆船，也是连续3次赢得美洲杯的冠军帆船。而且虽然模型的高度接近70厘米，但相对于28米，也就是差不多9层楼高的桅杆高度，它的比例大概也只有1比40多的级别。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它的内部工作原理。彩盒和帆船一样设计成了这种竖版的样式，右上角可以看到新西兰酋长队的队徽，而右下角可以看到这是一款18岁以上的套装。彩盒背面仍然是功能玩法和成品尺寸的图示介绍。打开彩盒，内部一共是有10个零件分包，6个大步骤，几根软管，还有2片超大的船帆。套装中呢是进行了单独的包装。拼搭手册1本，开篇做了4页的彩图，对帆船原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。总步数一共是有205步，步均4.7个零件，在乐高套装里呢算是偏多的了。然后贴纸是有像这样的一张。在新零件方面，除了船帆这种独占零件，编号为5741和5742的截面2×3的凹面科技面板是首次出现。另外还有编号为4526的3×13框架零件，在42173和42184等套装中呢也有出现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内部联动原理。两侧的梯形水翼采用了气动控制，旋转底部的曲柄可以通过上面的这枚28齿齿轮带动气泵工作。气管通过1分2接头分别连接左右各一个气动开关，气动开关则是通过十字轴连接底座下面的红色32184，也就是通过这枚32184来控制气动开关。这里是动力绞盘相关的联动结构。可以看到它和梯形水翼共用一个曲柄。在28齿齿轮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与之啮合的一枚12齿齿轮，并通过边上的这枚20齿齿轮呢，将动力向左右两侧传输。在两侧的充当动力绞盘的红色薄孔壁这里，设计师使用了皮筋传动。安装好黄色的气动推杆，梯形水翼的联动结构就完成了。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下测试。这里可以看一下船体前部的角度创建方法。此外，整个船体到目前为止，整个结构也是非常牢固的。这里是主帆角度控制的相关联动结构，同样是采用了皮筋传动，同时皮筋呢是在横杆球头上面多绕了一圈。在横杆前面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组20:12的齿轮组，其中20齿齿轮所在的棕色十字轴后面会连接桅杆，可以起到调节主帆弧度的联动效果。而其中的12齿齿轮在这里只是起到增加摩擦力的作用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设计师在这里还将整个这片结构做了一定的倾斜，以模拟 AC75 帆船的大概5度的桅杆倾斜角度。具体的是通过旋转中间这里的红色87082，以及在另一端把横杆前部压住来实现的。前帆角度控制结构非常特别，可以看到在船体中间这里，两侧各有一个绞盘装置，通过旋转绞盘，也就是拉紧绳索，对应的也就是减小前帆的倾斜角度。而在内部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枚避震零件，它的作用是提供一个持续的加大前方角度的推力。所以当我们反向旋转绞盘，也就是松开绳索，对应的也就可以加大前帆角度了。这款帆船的拼搭一共需要大概4到6个小时，最终的成品因为巨大的体积，还有这个非常醒目的红绿配色，确实是非常的有排面。另外，如果说跑车、越野车、工程车、摩托车这些题材在拼搭过程中时不时的会遇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结构，那么这套水翼帆船作为乐高科技组中的极小众题材，则完全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也是有点类似于之前的42145空客直升机，整个拼搭过程中的惊喜感呢，确实是比较强的。好了，那么大家怎么评价这款套装呢？评论区见，拜拜。